陈锡联上了我的当了，山上的八路军剩不下几个了。等轰炸一停，你立刻组织全部兵力，一口气冲上去。捉不住活的陈锡联，我要看到他的尸体。是。由于我八路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并成功攻占了日军的重要据点狮脑山，将正太铁路这条在华北的大动脉切断，这使得日军无法相互呼应，左右驰援。为了打通这一战略要地，时任独立混成旅旅团长的片山省太郎命令部队发起了不下10次的万岁冲锋。我军虽然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但由于战斗力和武器上的差距，依然出现了重大伤亡。伤亡很大。为了能给其他部队争取大破袭的时间，彭总再一次致电刘邓，命令他们增派援兵继续坚守。刘邓也深知此役的重要性，在抽配2个预备连进行增援后，他俩还亲自致电固守在狮脑山的385旅旅长陈锡联，鼓励所部坚强作战。由于你们为全军所做出的牺牲，由于你们在艰苦的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坚定顽强的精神，到目前为止，全长218公里的正太路已有2/3遭到了彻底破坏。感谢首长的鼓励，385旅全体指战员有信心完成任务。此时，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阵地争夺战，更是一场意志与资源的较量。日军拥有装备和兵力优势，试图用蛮力快速解决问题，而我军则是在用生命和意志为整个战役争取战略时间。无论是彭老总还是刘邓，他们作为最高决策层看到的是整个华北战场的棋局。狮脑山是这盘棋的关键棋子，他们对伤亡的关切是真实的，但为了战略全局的胜利，他们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给陈锡联的电报既是命令，更是精神上的强力支援，告诉前线将士，他们的牺牲非常有价值。为了能更好地指挥作战，陈锡联甚至亲自带着警卫排，穿梭于各个战壕之间，亲自督战。敌人向侧翼阵地冲上来了，你组织2挺机枪从侧背打。是。正当385旅准备再次迎接日军的冲锋时，冲上半山腰的日军却突然撤退了。这反常的举动让阵地上的战士们很是不解。同一时间，天空中掠过一群受惊的乌鸦，经验丰富的陈锡联立马意识到了危险的到来，赶快传达命令，前沿留少数人监视，其余部队立即到后面来隐蔽。是。战士们令行禁止，迅速躲到了山崖下的死角。果不其然，片刻之后，被打出真火的片山省太郎呼叫的飞机编队呼啸而至。经过一轮地毯式轰炸，自信的他以为狮脑山上的八路军已被尽数消灭，当即命令部队再次发起冲锋。然而，我军战士在轰炸刚一结束，便立刻从掩体冲回战壕。当日军气喘吁吁地冲到半山腰时，迎接他们的只有冰冷的手雷和滚烫的子弹。从这场小小的反击战中就能看出，陈锡联作为领导者，展现出了一个指挥员应有的勇猛与智谋。他亲临一线不是莽撞，而是为了获取最真实的情报。在发现乌鸦的异常后，立刻运用丰富的战场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扭转了整个部队的生死，为部队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是真正的智将风范。连续2个梯队的冲锋均被我军打退，这让恼羞成怒的片山省太郎终于拿出了杀手锏。调所有的炮，调所有的炮，都给我发射毒气弹！惨无人道的日军将毒气弹尽数打向了狮脑山。当我军的卫生员反应过来，送上湿毛巾之时，阵地上的许多战士已经出现了昏迷。由此可见，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频繁使用化学武器是铁证如山的事实。敌人又放毒气了，增援部队还没有到呢，快！在得知了敌军向狮脑山投掷毒气弹后，村脚下的预备队一刻都不敢停歇，赶忙加快步伐跑上山顶支援。而此时的大队长坂井一郎正在向2位中队长做着拿下狮脑山的部署。你们2个中队从2面包抄，一定把主峰阵地给我拿下来，明白了吗？明白了。出击！是。随后，日军再次对我军的阵地发起了集团冲锋。看到如此场景，身为指挥员的陈锡联知道这是最后决战的时刻了。他当即操起电话，打到了前沿指挥所，命令全旅的所有人员，无论是伙夫、马夫还是卫生员，全部都到前沿阵地参加战斗。同志们，快拿武器，把敌人拼下去！
快！受了伤，又中了毒，还未昏迷的战士都在咬着牙扛起机枪扫射。这背后是对侵略者暴行的刻骨仇恨，是对身后家园的无限眷恋，也是在指挥官身先士卒感召下的血性迸发。那一刻，求生的本能已被保家卫国的信念所压倒。尽管我军的战士拼死抵抗，但兵力、火力、体力的巨大差距，还是让日军攻上了狮脑山的主峰阵地。同志们，上刺刀，冲出阵地，把敌人拼下去！正当仅剩的战士们挑上刺刀，准备与敌人殊死一搏时，身后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原来是刘邓增派的援军终于到了。根据陈锡联将军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及狮脑山的战斗时，语气异常沉重。他清楚地记得当时阵地上浓烈的血腥味和毒气味，记得战士们一张张年轻却坚毅的面孔。他写道：战斗打到最后，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部牺牲的准备。听到了冲锋号，那是我们这辈子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在我军猛烈的反扑下，片山省太郎领导的日军再次被打退。我八路军129师385旅就这样凭借小米加步枪的装备，在这陡峭的山崖上，与日军经历了6个昼夜的浴血奋战，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向正太路的增援，为百团大战第1阶段的全面胜利立下了首功。这场阻击战的胜利，直接地支援了整个百团大战的战略部署。它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的决心和强大的战斗力，粉碎了国民党单方面散布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